那我完全对这个家没什么贡献呢。对，在政府的眼里，你我是收入是零，所以一个你全残也不是，也就是零啊。你死掉也是零啊，没有差，在他们的角度是这样子。哦，这样，我那么不重要。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噔噔噔噔噔，你在干嘛？这是开头曲吗？上一集我们分享了在荷兰的收入跟支出，然后最后有提到为什么缴那么多税，那税用到哪里去了？有部分其实就在风险转嫁。那今天就着重来分享，就是关于风险转嫁啦、保险这一块。那就是我介绍给你听的同时，也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其实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目的是，如果大家发现我哪里有讲错不对的，就欢迎来纠正，这样我也才知道因为找到资讯是不对的，然后同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所以我今天要打开我的脑袋。对，你要听懂我在工商会。好，然后今天要介绍的脉络很单纯，就是先讲从轻到最严重，什么东西轻？就是例如说生病，然后半残，然后全残废，然后死亡这样子，然后看看荷兰的这个社会福利系统预测有提供哪些保障，大概这样。那因为相对在台湾这些东西都是自己要去规划跟安排，然后用自己的保险去做 cover。那在荷兰，它其实社会福利方面很多东西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。那从第一个最单纯的就是生病，一般生病的状况。那荷兰它有就是你要有强制的医疗保险，那基本上跟每一个保险公司保费都差不多，然后内容也大同小异，因为内容是政府统一核定的。就每个人都要保的那个吗？对，每个人都要保的，就有点像全民健保。对，类似。然后保费也是蛮贵的，但我觉得它的医疗险比起台湾的医疗险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设计，就是它保大不保小，就是说一定金额内你就自己付吧，超过这个金额就是保险帮你出。那个不是看你缴费的额度然后去决定的，也是吗？对，那你可以选385或是500或是885欧元。对，那你选越高的保费就越便宜嘛，就是你要先付完这885，超过保险才帮你出。大概这样的概念。这样比较符合我觉得保险的意义啊。怎么说？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负担的风险，保险来帮你 cover。对，而不是说保险赔你小的，你这个885以内我赔给你，超过你自己搞定。这样就失去保险的意义。对，这个以台湾来说，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保单啊。台湾的保险就是说，你最多赔多少钱，大概这样。医疗险、住院日额最多多少，超过你就得自己付。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失去保险的意义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查，我就在想说，假设我今天保885的，是不是真的超过885以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保险都会帮我出？对。然后后来去查一下，发现不完全是这样，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情形应该都可以 cover。对，因为他例如说住院他住院条款很单纯，他就写住院2个字，就是说住院的基本大部分开销保险都帮你出。你说荷兰的时候？对，荷兰。对，那超过885是不是就完全不用付钱？其实有一些状况还是要自己付钱的。那这个网页就是它政府的网页，我觉得这举的一些例子蛮不错的。最经典这个例子，我觉得是这个，比如说假牙好了，他说假牙如果是1200欧元的话，他法定有规定说你必须先出25%，然后付完以后呢，剩下的900块，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刚刚说的885啊、500、385去抵。然后抵完你都付了，剩下的保险公司再帮你出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你885都已经付完了，对，你今年都已经付过885这么多的医疗费，你今天要换假牙，你还是要拿出300块。对，就是，所以它是看品项的。假牙是这个 case， 那可能例如说这里摔断腿，住院医疗是2000欧，那以这个 case 来说，你就只要付刚说的385，后面就是保险出。所以它每一个 case 其实是有定义的。不过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就是那种住院啊，那种比较大状况，基本上你自付而付完，大部分就是政府帮你 cover，保险帮你 cover。但有一些极端 case 我没有找到那么细的资料。例如说，有听说癌症有免疫疗法，就是比较先进的疗法，然后可能很少钱啊，几百万，那不知道这种极端状况，荷兰的保险可以 cover 到什么程度啊？对，这种我就不太知道。那讲完医疗，就是一般的医疗保险。那医疗保险我跟你都有各自保嘛，然后小朋友基本上都是免费，他们没有什么。大人吗？没有，就是他们没有什么385，像这有说小孩子8岁，他需要去做物理治疗，18次总共720，全部保险公司出。小朋友原则上就是都免费的，对了。对，无敌，没有什么无敌星星。所以生病这个状况来说，就是这样。
你跟我都有保，我们的条件啊什么大概都是差不多。那接下来呢，讲的是稍微严重一点，我们称它叫做半残吧，就是某一种程度以上的残废。就是你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最害怕是全残。哦，这是全残。半残没有，死掉不害怕，全残比较害怕。OK， 对，就是你躺着不赚钱还烧钱，那是最可怕的。接下来要讲的半残啊、全残啊、死亡，在政府的福利里面，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去解释，一个简单大原则去解释后面的所有细项。有工作有缴税，政府在保障你。讲白了就是今天半残，我发生半残，政府会给钱。如果是你，我就没有没了。对，因为你没有赚钱，你没有缴税。哦，是哦。对，记得这个大原则。后面不止政府，就是他连私人保险也都是这样子观念在处理的。然后半残跟全残是基本上是同一个单位在处理，然后叫 UWB， 就是同一个单位在处理。然后半残的话，它的出的险是叫这个 WGA。那我讲一下半残这件事情。假设像我在工作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半残，就是残废等级，工作能力已经低于65%，怎么评断？他会有劳工专家来做面访，然后评断这件事情。评断是说你不再适合这个职位，还是整个工作的？就是你的收入会低于65%，你的受伤导致你的收入会低于65%。现在的65%。对，现在65%，然后才会启动这个相关的东西。那基本上荷兰很多人知道，荷兰的病假是很夸张的，可以请2年，整整2年连续然后领7成薪，7成薪是政府规定的。然后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可能可以领全薪。然后他这样子，然后你们公司还愿意让他继续待在公司哦？对。然后还给他全薪哦？对。可是他已经等于是没有功能了。对啊。对。那接下来刚刚讲的前2年是公司给你钱嘛？还没有启动到政府的福利。对。然后2年之后，接下来的2年，假设你都不工作，政府会给你前2个月是75%的收入。然后接下来一直到2年，再2年，后面几个月，后面的22个月是领70%的薪水。就是你真的都没工作，就是躺在那边康复。但如果你还有工作，就收入当然会多一点，那补助就会少一点。原则就是如果你愿意工作的话，钱就会变多。然后刚刚讲了2年嘛，然后又2年嘛，然后一个大原则就是。专家说你现在工作能力假设可以赚2000块，他评估，他说你这样生产能力应该每个月可以赚2000吧。然后假设你够努力，就是你有努力到至少赚1000块，你的补助就会还不错。还不错是什么意思？还不错的意思就是会补助你失去的那部分的7成薪水。这边要讲的一个状况是你很不努力，就是专家说你可以赚2000。你连1000都赚不到，那他就会用荷兰的最低会公告最低薪资嘛，去算你的百分比，就可以补助给你多少钱这样。对，简单来说就是你愿意努力就多补助你一点，你真的不努力连一半都赚不到，那抱歉，你就是拿那个最低薪资去算，补助给你，跟你之前跟你损失了多少薪水就无关了。这边都在讲你啊，我嘞。对，你知道重点的，你就没有。假设你半残就半残。对，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缺口。我想到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是不是有私人的保险公司可以保障你的残废的这种失能险？没有，他们都要填说，你现在工作是什么？你是自雇业者，就是你自己是老板还是什么？然后你一定要填入你现在的薪资水准。然后他的补助都是基于刚刚那种状况。你本来可以赚多少，因为受伤变多少，然后算差值补助给你这样。他没有纯粹的失能险，就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工作，我保失能险没有。所以在他们的定义里面，就是我现在有经济收入，那我失能，所以补充这一块。你没有经济收入，失能，好像没有差。但实际状况不是这样。对啊。实际状况就是，如果你真的失能，那对家里的经济也是有冲击的。就一定会需要额外的钱去 cover 小朋友的照顾啊，等等的，有的没的。对，所以这一块是我觉得蛮奇妙的。好，那再讲一下下一个阶段，全残。就是工作能力低于20%。再讲你。
对，就是讲过，你就是都没有，很单纯就没有，这么怪啊？因为你没有，因为对啊，对他定义来说，你现在没有薪资收入，那你全产后也是没有，那没有差。可是我要就医啊。就医就是从刚刚讲第一个医疗的那个医疗就是有 cover 了嘛，刚刚都讲，那医疗住院啊什么都有，没问题。但你后面延伸的对家里经济的冲击这块是，例如说你全场躺在床上，那小朋友一定就是要额外找安亲班啊什么，这块就没有 cover 到。那他全产的定义是工作能力低于原来的20%。对，这样叫做全产。那这个规则很单纯，就是发75%的薪水给你，然后一直领到你退休年纪。到退休年纪哦。对。但老实说，这种状况其实不多。因为全产要撑那么久也是不容易啊。对。然后再来讲一讲死亡这件事情，就是我如果挂掉了，因为我现在工作都有固定拨一笔钱到退休金的账户里面。那我挂掉了，他就不用付我退休金了。那但是他就会把这笔钱拿出来给配偶啦、小朋友。然后配偶就是每个月都可以领到钱，然后小朋友也是。对，然后小朋友是领到18岁还是25岁还是20，然后配偶就是领到退休年龄。对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应该还会再启动另外一个 ANW。就是他的条件，其中有一个是家里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才会启动这个东西。全家给一份吗？对啊，因为那是我挂掉所以给钱。对，所以讲白了这一块，如果你挂掉了，也是没有钱的。那我完全对这个家没什么贡献呢。在政府的眼里，你收入是零，所以你全产也不是，也就是零啊。你死掉也是零啊，没有差，在他们的角度是这样子。这样，我那么不重要。其实再换个角度想，就是可能你有一个很微薄收入的薪水，后面带来的是这些福利吗？对，所以我应该努力的去找个工作做。因为你可能做一个很微薄的薪水，但是公司要帮你出很多的钱在后面这些社会福利上，所以我很努力去找个工作做。其实也不一定，我们说不定去买个寿险。这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，就是我们下一集吗？对，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私人保险去 cover 这一块社会福利没有保障到的部分。对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就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经济收入的，但真的发生状况对家里也是有蛮大的冲击的。对，那这一块就用自己的保险去 cover。那我们因为台湾还有很多的，我们台湾很多保险都还没处理，那我们就看看哪些是可以留着，哪些我们可以改买荷兰的保险公司。对，我想到一个补充一下，刚刚讲说半产全产嘛，不是用现在的薪水收入，然后去算几成。他所谓的现在的薪水收入，他也很精哦。我们不是有那个30%免税？我赚1万块，有3000块是免税的，只有7000块是要给税的。他是拿这7000块去算，他不是拿1万块去算。那如果你没有30%入领的时候，就是拿1万块钱。所以他的意思讲白话就是你免税，所以这个免税的部分也不会被纳入社会福利的考量中。因为他没有被缴税。对。我是仔细去算那个金额才发现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对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怎么会跟我想象的粗算的不一样？所以30%入领就是30%免税，后面还藏着这样一个，就是虽然他给你一个减税额，但是他相对的你缴税的给的福利都没有了。对，你那30%的福利就可以说没有，对，就是没有。你现在听起来觉得荷兰的这些福利的安排如何？促使我要去找工作吧。对，他好像有一种想要大家去工作的感觉，就是均平，大家都应该要努力，但是不用太富有。大家都要工作，大家都要努力。对。那你真的都不努力，我就什么都不要给你。对啊。然后你很努力，我就都给你一点点。对。你这种感觉，因为你对，刚讲的这些钱啊，我相信还是要缴税的。什么钱？就是你办产的政府每个月给你这些薪水，我相信还要再扣税回来。就是他说给你，真的假的？他算是一个收入对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觉得应该算。因为你想想看嘛，例如说我原来薪水好1000块，然后他说你现在受伤了，我就给你700块，1000块要缴税，700块不用缴税，不合理吧？因为你有可能700块不缴税比1000块缴税还要多，不是可能，是几乎一定。所以那700块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扣税。这种东西也不能实测。这真的遇到，这算起来是
但遇到就是你有给我就对吧，我也不会去算。对啊，也只能这样子啊。对他多扣税了，你也能拿他怎么办？然后刚讲这些福利，你看有些东西是公司 cover 的嘛，比如说前2年病假这种，所以假设合约是公司合约是1年1聘的，那这就有影响。我记得是有影响啊，但我不太确定到什么程度。我相信不会是2年。好，这集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集我们再看看刚讲到那些不足的风险要怎么样去调整或 cover。如果喜欢我们，就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拜拜。